Hello，大家好，我是猫哥。大家看我今天的穿着有没有跟平常不太一样？对，有一个很大的刺绣，对不对？大家有发现吗？这半年有一个风格的衣服呢，非常的火爆，就是非常多明星都穿了，就传说中的新中式。那其实我是被杨幂的穿搭烧到的，我自己觉得她有好几套穿搭真的都蛮好看的，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搜集了就是8个不同的 style， 就是如何穿新中式看起来比较时髦一点点，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老派。那另外呢，我也会分享我最近买的几件新中式已经到货的衣服，跟大家一起做开箱。第一套啊，其实是我今天分享里面，我觉得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风格，它就是所谓的同色系穿搭。那我自己也觉得是最容易的。那其实我觉得杨幂她穿的呢比较特别一些，她采取的是一个比较鲜艳的颜色，她穿的是这种粉色系，有点像宋锦的这种上衣，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中式的外套吧，比较宽松的。里面它搭配了哈 pink 这种玫红色的这种丝质连身洋装。不过我先要奉劝大家，哈 pink 这个颜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的。我个人觉得你皮肤真的要白皙才适合穿这样子的一个 style。不过呢，其实后来我也找到同色系穿搭里面，如果大家觉得上半身的这个中式棉袄型觉得太难驾驭，大家也可以倒过来，就是你里面的丝质洋装选的是比较中式的，然后但是你外面搭的是针织衫，就像照片里面的另外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驾驭的 style。那接下来要介绍的风格呢，我个人觉得是杨幂她本身最喜欢的一个风格，大概照片里面有很多照片你都可以找到这个风格。它的风格呢其实就是上宽下窄，然后它搭配的模式呢基本上都是黑色的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厚重的中式的外套，那里面呢它就会搭一件亮色的洋装，也许甚至是一些亮色的旗袍在里面。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会搭一些我觉得平常大家不会跟中式衣服搭配在一起的一些配件，比方说棒球帽，比方说靴子。可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搭配啊，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最容易的。大家的衣柜里面蛮多人都应该有军靴啦、棒球帽这样子的风格。那穿上去之后呢，其实就不会太过的觉得束缚，或是觉得好不日常很奇怪。我觉得搭起来这是最容易驾驭的一个穿搭。第三个分享呢，是我觉得今天8个分享里面呢，我觉得是最有质感，而且也最温柔的一个搭配。那照片里面呢是倪妮跟杨幂的搭配，我特别喜欢倪妮的这套搭配。大家有没有觉得它虽然看起来很中式，但它看起来呢也非常的舒服？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搭配，它最大的重点就是你选的衣服的颜色彩度一定要低，就是你不要选什么大红、大紫、大绿这种，你要选有一点点灰色系的色彩在里面，比方说灰蓝色啦，或者是银灰色，那其实就会穿起来非常的温柔跟简约。那另外一个特色呢，是你选的布料一定要有光泽感，因为光泽感呢，其实就会带出高级感。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善用一些小的配件，比方说珍珠。其实我觉得珍珠在新中式的搭配上呢是非常合适的。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中式的衣服啊，其实也是色彩非常的鲜艳，但要怎么搭配呢，才不会落于俗套，看起来很俗气？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穿搭就可以给大家就是作为参考。照片里面呢，其实有一些西方人的搭配，还有像刘诗诗的搭配，他们选的颜色基本上都是属于饱和色。但大家有发现吗？它的颜色看起来虽然很鲜艳，但却有高级感。我觉得原因还是沦落在就是它的布料选得很好，它的布料选的是一些看起来带有光泽感，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太刺目的一些颜色或者是 pattern， 所以看起来就会很好看。那另外呢，有一个搭配的小技巧是，当你已经选择这么鲜艳颜色的罩衫的时候，你里面内搭的洋装或者是裤子或者是裙子，基本上彩度就要很低，最好是我们讲的无彩色，比方说黑色、白色以及灰色。第5个要介绍给大家的呢，我觉得也算是杨幂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一个穿搭，她特别热爱这个穿搭，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这个呢，就是当大家天气很冷的时候，想要穿一个可爱的棉袄，那你要怎么选择跟怎么搭配呢？大家可以看到她的选法就是她都选择粉色系，所以她的上半身呢都是选择粉蓝色啦，然后粉红色啦，或者是像粉绿色啦，以及嫩鹅黄色这样子的颜色色系。那她下半身怎么搭配呢？她搭的其实也很简单，她搭的依然
然是我刚刚讲的无彩色的下半身，比方说黑白灰这样子的裙子或者是裤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可爱的妹子可以学习的一个风格。第6个啊，我觉得也算是这半年真的非常火红的一个搭配方式，就是马面裙。那马面裙呢，因为它其实多半看起来都还蛮华丽的，而且其实我觉得马面裙其实并没有真的这么日常，所以当大家拿到一个很漂亮，然后又相对来说比较繁复的马面裙的时候，怎么搭配最简单？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徐娇，她应该是真正的马面裙爱好者，她的搭配都还蛮好看的。她基本上选择都是白色的衬衫或者是白色的上衣，搭配起来就非常的清爽，而且可以让视觉就聚焦在那件漂亮的马面裙身上。那第7个呢，就是所谓的这种中式的素色套装，也是非常多的女明星都有搭过。不过我实话说，即便漂亮如杨幂或者是像范冰冰这样的大美人，其实我觉得当搭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应该说穿起来虽然是好看啊，但是你就会觉得不是这么日常，或者是你就会觉得很像在拍片，然后甚至就是你可能是在教功夫的武馆的老师。那我自己觉得呢，大家可以参考中间刘诗诗的这张穿搭，我觉得这个穿搭非常的聪明。她上半身呢保留了白色立领的这种中山装的元素，可是她下半身她搭配了一个比较西式的同色的蕾丝裙，我觉得它看起来呢就是又保留了东方的古典美，但看起来呢又不会太过的不日常。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旗袍，特别是改良式旗袍或者是立领式的长洋装。其实我觉得每个华人的女孩啊，衣柜里面真的都可以拥有一件旗袍。我觉得旗袍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那当然，旗袍的材质啦、颜色啦，有各式各样的可以选择。那照片里面也放了，就是很多女明星呢，也都曾经采取新式的旗袍作为她们典礼啦或拍照的一个选择。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已经收到的4件衣服。那今天这4件衣服呢，刚好都是一些可能欧美或日本品牌的。那下一次呢，我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就是中国的比较传统的工艺或布料的，比方说我有定制的旗袍啊，但现在都还没到，所以我们就先分享这4件。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这个是川久保玲，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师。那其实老实说，我个人觉得它的设计就是很中规中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面的样子。它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啊，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红色这么大的部分啊，穿起来像僵尸道长，就大家可以看。这样是不是看好像僵尸道长？所以如果大家买这种，我会建议女生呢可以把它折起来，然后露一点点红边，做搭配上会比较好看。然后这一件其实价格原价是很贵的，它这件原价是1000块美金，那我大概是对折买的。不过老实说，我后来有点后悔，原因是因为这件的材质啊是聚酯纤维，而且给大家看细节，它里面是没有做内里的，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没有做内里，但它的刺绣其实是做的很好看的。它这个是我不确定它这个是不是机器绣的，因为我是人工绣，那它就比较对得起这个价格。如果是机器绣的话，那真的是太贵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买这种类似的其实可以在就是传统的一些中式的服装的店去买，你可能会买到材质更好的，因为这个价钱其实已经可以买到真正的真丝，然后甚至可能是像真丝啊，或者是那种真正很好的那种缎面的衣服了，然后而且是有内里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子的衣服啊，可以不用在品牌买。那这边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件外套非常好搭配，所以我其实总共搭了好几套。第一个呢，最简单的搭配呢，是大家可以选择的是同色系的穿搭。那通常这种衣服，大家会看起来觉得非常的容易穿起来老气。或者容易穿起来非常不时髦，那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大家可以运用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比方说，其实我觉得棒球帽跟小白鞋就是非常好搭配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呢，其实我在里面也尝试就是用一些西式的元素，比方说半透明的蕾丝长裙，其实我觉得穿起来非常的好看。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穿牛仔短裤加长靴或军靴这样的搭配，其实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不会觉得很老气。那第二张图呢，给大家看的呢是同样用这一套，但搭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搭的是一个比较女人味的搭配。虽然我还是搭了棒球帽，不过我下半身都是走所谓的这种有色彩的长裙，比方说黑金色的长裙，然后甚至有这种哈 pink 的渐变色系的长裙。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比较女人味的呢，就可以参考这样子的搭配。那第二件呢是 Alessandro Wang， 他在2022年，就是他为了虎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系列。那这个系
细节给大家看它穿起来的样子，它其实是一个长袍。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胸前的这个老虎。那一样，我给大家看比较细的部分。其实我很喜欢这只老虎，就是还蛮可爱的。它的老虎做的有点凶，就是那个脸啊，其实做的非常非常的凶恶。但我还非常喜欢这个刺绣，然后它的这个材质比我前一件材质好很多，它是100%的真丝，而且还是桑蚕丝，所以穿起来非常的舒爽跟舒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材质。那这件的原价我也放在旁边，但我买的时候是个大打折的状况，它原本好像800多块美金吧，那我买的时候我记得大概是200块美金。那因为它已经是2年之后，就是还没卖掉嘛，因为它是虎年，现在都龙年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买到也还蛮划算的。但这样的长袍有个缺点，就是很容易穿起来很像睡衣。那我其实试了很多不同的搭配，看能不能穿起来比较时尚。那我自己比较推荐的2个搭配放在照片里面，第一个就是你里面可以放就是一个质感比较好的长裙穿在里面。然后你可以穿一个小白鞋。那另外一个搭配呢，就是我现在的搭配，就是你可以穿一个牛仔裤，然后重点是你要穿一个军靴，因为我觉得牛仔裤跟军靴可以让这个罩衫呢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像睡衣。那接下来介绍这一件呢，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传统的中式服装，但是它带有一点点所谓的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给大家近看。大家看到这个领口吗？我觉得它有几个像中式的地方，是它的领口是这种有一点点改良式的立领的部分。那它这里是可以绑成一个蝴蝶结的。那我自己觉得这种洋装啊，是很适合，就是其实你非常想要有那种中式穿旗袍的那种韵味的时候，你可以选类似这样子的立领的合身的洋装。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穿起来的样子，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model 穿起来就会发现这件衣服呢非常非常的合身，所以它其实跟旗袍非常的类似，它会把你的胸部、腰部跟臀部的曲线都凸显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它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这个女生的曲线的展露。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既然你都要展现那个曲线的嘛，如果你穿一个外套就把它盖住了。那我觉得大家比较好的方式是，如果当你碰到天气稍微有点凉的时候，大家可以搭配像是这样子140的围巾。我个人真的是极度的推荐爱马仕他们家140卡什米尔的这种大的方巾，因为我觉得它搭配这样子的长洋装啊，披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它保暖度又够。那今天要开箱的最后一件呢，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属于传统的中式服装，它就非常符合新中式。其实所谓的新中式就是服装呢，它把一些中式的元素，不管是图案，然后或者是材质，然后或者是说它用了一些像盘扣啦，然后或者是一些立领这样的元素进来。那今天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个100%真丝的材质。大家这样看会比较清楚。然后我觉得它像中式的部分，其实是它的图案，它就是有那种山水画。那种山水水墨画的那种感觉的图案，它是一个黑白色系非常简单的一个丝质的这种我们叫 slip dress 的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尝试，如果希望可以有很多变化，就是不希望衣服穿几次就放在衣柜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这种的，因为这种的搭配的范畴真的非常广。那其实我觉得当大家选择这样子的洋装的时候呢，你有2个搭配的方式，选颜色的时候。第一个你就选同色系，就像杨幂她一样，她可能它是一个所谓的哈 pink 玫红色，它外面可能就选了比较粉嫩色系、粉红色系相关的上衣来做搭配。那因为我这件选的是黑白色嘛，所以它可以搭配的程度就更容易。那其实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样子的东西也可以搭配西装外套。我其实里面有搭配西装外套，那当然我觉得针织衫是最基本的。那其实当你选的这种黑白色系的时候，其实你搭配灰色的西装，然后系一个腰带，我觉得看起来是特别的时尚，而且也不会觉得老气。那当然比较简单的搭配，或想要看起来比较年轻呢，大家就可以搭配牛仔的外套。我觉得牛仔外套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搭配。那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喜欢。那当然如果喜欢新中式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那当然请大家期待，也还有 Part 2哦，我的 Part 2的衣服们都还没来呢。